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要帮各位介绍的这个教学是怎么样用简报做出 3D 出光效果。3D 出光效果。好，那我们今天示范的软体是 PowerPoint 的365。如果你要会这个东西的话，首先第一个就是布尔运算一定要先会，这是你的先备知识。不过如果您是我们频道的老伙伴的，我相信布尔运算大家应该早就已经很上手。不过，如果说您今天是第一次到这个影片才看到这4个字叫布尔运算，那没关系，我会把之前的教学影片放在这一个影片的下方的说明栏，大家可能先去自修一下，看过一次应该就会了，还蛮简单的。因为我们今天会大量使用到这个技巧我们方便我们的影片的时长不要太长那我们今天就是直接操作，我们就不讲说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了。好，可能大家先去学一下。好啦，为什么今天要上这个影片呢？首先呢，就是之前我看到前一阵子看到我的一位之前大学带活动的学弟，他现在是很有名的会计师受邀担任这个台北市政府的某堂课程的讲师，创业的讲师，他是会计师嘛。好，然后我看一下那个台北市政府帮他做了这个封面，我觉得这个封面如果我们把它仿制起来的话 ，CP 值蛮高的。好 ，CP 值蛮高的。这个它可能是用 Canva 或者是其他的 Illustrator 之类的做出来，这个基本上 PowerPoint 一定也做得出来啊。基本上几个简报软体基本上相关的设计理念都差不多。好，只是那个按键不一样而已。好，那如果做出来的话，未来你只要不同的课程换不同的人，加不同的名字、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基本上这个范本可以一直使用。我觉得这种 CP 值就蛮高的。好，这是我们最后做出来的成品。如果要做出这个东西，最困难在哪边？就是这个嘛。这个出光效果，人好像从里面探头出来，然后手超过外面。基本上，如果你要做出这种 3D 出光效果的话，说难不难，但是它需要一点小技巧。如果说您更懂一个东西叫做图层的话，就更容易上手。什么叫图层呢？我示范给各位看假设这边有一个手机，然后待会我们要做出一个动画，让一个跑步的选手从这个手机里面冲出来，像这样。如果说您今天只是要做一个人，然后呢是静态的，就是画面像这样子。如果说你只是要这样做的话，用2层图层就做得出来。什么叫2层图层？人是1层，手机是1层，然后手机在人的下面，然后把人稍微裁到你想要的位置，基本上都做完了。不过如果说您今天要做的是动画效果，2层图层绝对做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它互相违背了。因为呢，手机假设是最下面的，那这一个人呢从这边过来的时候，这个人其实会从这上面直接过去，因为他在最下面嘛，他都挡不掉这个人。那因此呢，这个东西呢至少需要3层到4层。我们看一下，示范给各位看。好，我们现在把画面调一下颜色。这边原本有一个白色的矩形，我想把它改成黄色，方便大家直接在视觉上直接看得出来。好，说明一下，我把黄框再改成虚线框。这边有4层4层呢？第一层虚线框就原本的白框原本的白色的矩形，然后呢再加这一个手机的原本的左边，我把它拆开了，分左边跟右边，我把它剪掉跟拆开。好，这是第一层，它是最高的，它可以挡住所有东西，它是最高阶的。人物是第2层，所以它会被这个白色挡掉，你看不到。然后呢，也会被这边挡到，所以它是从这一个图层的下方走过去的。第3层，手机的右边，然后人呢，因为它是第2层嘛，所以他人的手是可以超过画面外面，因为它在上面。手机的背面那个桌面当然是最低阶，然后就是第4层。然后呢，组合起来，画面就会变成像这个样子。基本上这就是图层的概念。好啦，如果说你要玩 3D 出光效果，第2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去背跟裁切要做好。裁切很简单，我们就不介绍。去背呢，之前也有介绍过，我们在这个影片有介绍过，我会把这个影片的连结放在下方。我目前还是很喜欢用这个软体这个网站这个网站就是 Remove PG， 也就移除背景的意思。它目前还是免费这不简单，这么多年来还是免费。然后基本上你使用它免费功能，去背的效果也都不差去背效果也都不差。好，这是我们找到的图片就是我买的图库的模特儿。然后这模特儿呢，基本上呢，我们把它去背变成像这样子，你就把这影片把这个图片上传到这个网站，然后呢按 Remove 就直接擦除，就很简单。它去背的效果不错吧？好啦。那这里面呢，我们先做比较简单的，这个就是画面的
绿色这一块，绿色这一块。绿色这一块呢，它是用3个图形几何图形，这看起来它这整张的设计风格基本上就是圆形的跟几何形直接把它凑起来，一个几何风格的那种感觉。好，先做这边，这是2个局部圆再加一个椭圆。什么叫局部圆呢？插入图案里面就有一个像小精灵这个东西，这个就是局部圆。局部圆你把它按下去，就像一个小精灵就出来。你可以调整它的开口的大小，就在黄色这边调整它的开口大小。好，示范给各位看哦。你可以调整它开口大小，然后呢，整个动作你想要变大也可以，就直接再拉这边也可以。然后开口大小都选择黄色，最多就是把它凑成圆形嘛，最少就是变成很窄这样子，好像针一样。好啦，那我们就要留1/4就好，像这样。接下来我们调整这一个局部圆的一些相关的格式，先调它的线条，我们设定成无线条。接下来调颜色，颜色呢设定图形格式，然后呢实心填满，我们选这个色彩，这色彩随便大家喜欢都可以。那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仿做嘛，所以仿做我们就用它的颜色，它的色码是在这边，色码在这边，您可以直接用自定颜色。什么叫自定颜色呢？我示范给各位看了，按右键。设定图形格式，色彩这边有一个其他色彩，能选自定，就把刚才这个色码把它填进去，就是我们要的颜色。好，那后面我就不示范了哈，就直接给大家色码就好。好，调完之后呢，把透明度调一下，调成30，就有点半透明的感觉，像这样。好，第一个做完了，先把它摆好，然后画面的它超过画面就像这个样子。我们现在看来是这样子，那其实在编辑模式是长这个样子。好了，接下来再复制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一个，再把它叠上去第2层，然后呢插入椭圆形，椭圆形就很简单了。好，我们要调它的相关格式，填满，然后呢颜色在这边，好，颜色在这边跟刚才差不多了哈。然后透明度一样是30，线条要调一下。线条呢，我们这边它原本的这一个完成的作品是有线条的。线条的颜色呢，我们把它调这个色彩这边哈，然后宽度调3，好，调3。基本上呢，把它叠上去。线条颜色随便你喜欢，基本上跟这个颜色差不多就可以了。好，下一步我们来做背景，背景也很简单，先把简单的先做完。背景就是像粉彩式的这种背景哦，怎么做呢？就是渐层嘛。好，设定背景格式，按右键，在空白地方按右键，然后呢，设定背景格式，渐层填满这边，把它点起来。方向呢，我们选270度这个，好，270度这个，我们选3层渐层，好，3层，这个颜色可以增加或减少，你都可以自己点。好，假设如果我们现在要照它原本的样子，它是看起来是3层啊。好，第1层的色彩在这边，然后停驻点呢，第1点在这里。停驻点，第2点位置也写在这边，好，位置你就把相关的数据都填进去，这之前有教过了哈。第3层，照这个格式把它填进去，画面就变成像这个样子。好，选你自己喜欢的颜色都可以。不过我们现在是要仿做嘛，仿做的话就是照它原本的格式，我先把它重新做出来。好，下一步背景也做完了，下一步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来做这一个待会主角的这一个舞台，或者说像花的那种托盘一样，它是2个爱心呐，2个爱心。我们这个几何图案里面也有爱心，怎么做呢？一样插入图案里面的爱心星星。好，星星呢，一样可以编辑短点，你就按右键就可以按编辑短点，它就像这样子。你可以调整它的大小，我示范给各位看好了。按右键编辑短点。然后呢，点上去，你就可以决定这个，到底要多宽多胖，这样子都可以自己调，调到你喜欢的样子就可以了。好，调完之后呢，它会变成这样子。假设我们要这么大了，就是这种形状，看起来有点歪，不是歪啦，就是看起来有点可爱的，就是看起来不是那么正的爱心，但是呢，它是有点像双心这样子的感觉。好，下一个调它的格式，颜色实心填满，颜色在这边，
好，然后色码在这里，透明度不用管，就0就好了。好，这是第一层。接下来调它的线条，线条呢，颜色呢就选白色哈，然后宽度选2，就变成像这样子。复制一模一样的东西，第2层你就不用重新做了，只要调颜色就好了。好，颜色呢，我们这一个东西呢选渐层，渐层呢一样选270，停驻点有2点在这里。好，然后相关的格式在这边，你就照着填进去就一模一样，就变成像这样子。线条呢，它是用这个绿色，它这个绿色呢色码在这边给大家，宽度在这里 1.5， 好 1.5， 填完之后变成这样子，然后稍微把它缩小一点点，把它叠上去，好，把它叠上去，这基本上都这一个托盘就做完了。好，下一步我们终于来挑战我们最困难的主角哈，把它做完之后，后面就很简单了。这个主角其实是3层图层啊，我们来示范给各位看。先复制一个刚才这个绿色的爱心，先复制一个，因为这个爱心我们要把它做布尔运算做裁切，先把主角挪过来，大概算好你要的位置，把它叠上去。接下来呢，图形格式这边呢，我们先 Ctrl 按住，然后先点绿色，先点这个照片，再点这个爱心，接下来呢，到右键这边设定图形格式这边有一个合并图案，我们把它选交集，画面就变成像这个样子，好，就变成像这个样子。我直接示范给各位看好了，因为可能有新的朋友。好，先点图片 ，Ctrl 先按住，然后到这边上面有一个图形格式合并图案，然后按交集就变成像这样。好，我这边不示范了。好，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做完的东西。好，做完就变成像这样子，把它叠到原本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人呢看起来不完整嘛，接下来我们把它完整起来，再把刚才去背完的主角再抓一个过来，好，再复制一张过来。然后呢，图片格式这边呢把它做裁剪，呢就点旁边，就按这上面下面选到你想要的位置，把它裁掉。假设要变成像这样子，就是至少头要留住嘛。如果说你不会太挑剔的话，基本上这样就差不多了啦，差不多2层就可以做完了，差不多。但是呢，我这边故意留下一个小咔咔在这里。如果你是有那种很要求完美的话，你这样看起来不舒服嘛，对不对？没关系，你可以把第2层的主角再裁切一下，就只要留下这样就好。这一张是裁成这样子的，手把它弄不见没关系，我们再把新的主角复制第3张过来，然后呢裁到只剩下手，组合起来，这样就好了。好，所以它是3个图层，1、2、3，组合起来变成一个就是我们主角的完成体。基本上呢，这边呢出光效果就已经做完了，接下来就是后面的收尾哈。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做这个比较简单的，就是写名字跟写职称的地方。然后看起来就是3个椭圆形跟一个圆角矩形嘛。好啦，一样插入椭圆形，椭圆，颜色在这里，大家自己填了，选你自己喜欢的颜色。复制2个起来，把它粘在一起，就像这样叠好。因为大部分的名字都是3个字嘛，2个字也可以了哈。我们现在是假设那个人是3个字嘛，然后再插入个圆角矩形，插入图案，里面有一个圆角矩形圆角在这边，原本预设是长这样子。那你可以把这个东西一样按，好，颜色在这边，色彩在这边，把它照填下去之后呢，就变成像这个样子。好，色彩在这边。色彩变得像这个样子。如果说你要调整它圆圆的感觉的话，一样点它，然后呢，你可以把它拉圆、拉方都可以。最圆是这样，最方就是矩形的。我把它拉成最圆。好，像这样。好，做完之后呢，组合起来，这样子这一块就先做完，待会再把名字跟职称加上去就可以了。下一步呢，来做画面的亮起来这个地方。圆点点，好，圆点点，这圆点点怎么做呢？就插入圆形嘛，圆形把它复制很多个，好，那这是第一排你可以把它组成群组，再复制1排，然后呢，把它拉稍微交错一点，像这个样子，把这2排把它复制起来，
填到画面超过外面都可以，然后就很多圆点点，对不对？好，那做完之后呢，如果说待会我们要把它裁切成你想要的形状，这种群组过的东西是做不出来的。好，各位看这边。这边是一颗一颗才做得出来。如果说呢，今天呢你是像上面这样子是群组的话，群组跟群组它是没办法做布额运算的，有没有发现？它一定要非群组的，好，非群组的。那如果说你要把这一整张变成把这么多的圆形变成一整张图片的话，该怎么做呢？先警告一下，如果您有那种叫做密集恐惧症的话，这边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我现在全选 Ctrl A， 哇，那个密密麻麻，对不对？然后到图形格式这边，你的合并图案就可以选连集。连集跟群组有什么不一样呢？你可以把这些点点变成群组，但群组没办法做布额运算嘛，所以你把它连集起来。连集起来，如果是群组，如果以比较浅显易懂的案例的话，群组比较像是我们把很多那个国家组成联邦，基本上我们还是分开的国家，只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大联邦里面，这叫联邦。那如果说你是用连集的话，我们这些国家被统一起来了，变成只有一个国家而已。好，只有一个国家。那如果说单一的部分就可以做很多的裁切，就可以用布额运算去玩了。你可以裁成你自己想要的任何形状都可以，爱心的、圆形什么都可以。好，基本上呢，这一张把它留下来以后呢，你想裁切什么形状都可以，而且还可以改颜色嘛。好，把它裁切成像这个样子，放到最底下变成像这样子。复制刚才的那个东西，这边呢留圆点点留的大一点的，把它摆到这边来。接下来我们复制一下这个椭圆，这椭圆呢把它调一下透明度，颜色改掉，像这样子，把它摆到这边来。再给各位看一下那个格式啊，大家好，格式在这里，把它摆到这边。好，我们就照它原本的设计理念，全部都是照一样的哈。然后呢，两个圆圈圈，椭圆。选你自己喜欢适合的颜色，好，我这边选的颜色在这里，照这个颜色打上去，摆好，好，那圆形差不多都做完了哈。打字这个就不用教了，我就把字打上去。好，到这边常用，我们调一下字的格式啊，我们把它调斜的，好，斜的，再一次啊，常用这边有一个斜体嘛，哎，点下去就 OK 了。如果说你要这个字稍微外面呢有文字选项，可以再调一下。你可以选一个东西，再一次啊，你把字设定图形格式，选文字选项，然后呢点中间这个，就会进到这个画面。画面里面有一个叫光晕，光晕呢，你把大小调10，然后呢颜色选黑色，好，颜色选黑色，透明度不要管，就把它弄成0，这样就好。画面外面就变成有这样子粗框的感觉，好，就一个粗框的感觉。好，再下一个，我们再插入一个图案，这个图案呢叫做平行四边形。好，这个平行四边形调一下它的颜色，设定图形格式，颜色在这里，色码给大家，调你自己喜欢的颜色就好。这个把它设定成无线条，然后大小稍微调整一下，把它摆到这下面来。把它摆到这下面来，就字的底下画线的意思，画线的意思。好，再复制一个，点下去。好，文字的部分大致完成了，加上这个年月日时间，配合你的，比方说你有公司的 logo 啦，或者你有公司的这个 QR code， 就可以把它摆到上面。场地的地址，场地地址把它打上去。这里场地地址里面呢，比较稍微需要一点小技巧的，就是这个东西，看起来很像 Google 的那个图标啊。这 Google 的图标怎么做呢？一样用布额运算做。先画一个圆形，再画一个三角形，把它叠起来，用刚才教过的连集，把它变成一个国家。图形格式，合并图案，连集，就变成一个这个东西。接下来我们要挖洞，复制一个稍微比较小的圆圈圈，把它摆到这个上面。接下来呢，设定图形格式，图形格式这边呢。合并图案，我们把它挖洞，挖洞要用之前有介绍过，叫减去，就挖洞了。再复制刚才那个圆，再复制一个，调一下它的格式哈。这格式呢，我们把它选无填满，然后呢，实心线条，线条的颜色在这里，
好，色码在这边选你自己喜欢的颜色都可以了哈。然后透明度调30，宽度调3。接下来把它压扁一点，变成一个椭圆，放到这边来。基本上这个完成了，把字打上去，好，把字打上去。接下来加上支撑，如果你做到这边呢，理论上来讲就完成98%了。如果你想要再玩得更炫一点，你想要在这上面加一点有点反光的感觉，刚好我们之前也有教过，这是光影绚丽嘛，就是 Paco 哈。好，我们这边就不介绍，这个影片我一样放在说明栏，然后你就把它做出这种最单纯的白色的光影绚丽，把它做完一颗之后，复制一颗，把它叠上去，各位发现看起来就有那种反光的感觉，对不对？光芒折射反光的感觉，做到这边基本上就完成了，就完成了。这一张你只要做完，未来你只要改人物、姓名、职称、地址、题目、时间。剩下呢，全部都一样，全部都一样，颜色甚至背景颜色你想要调的不一样都可以。好，基本上这个范本就是自己做完了。好，这就是你自己做的一个封面的范本。我觉得这个 CP 值蛮高的。大家如果你做到这边呢，基本上你就可以享受到，这没什么版权的问题嘛，因为是你自己做的这不难。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呢稍微有点长，就分享到这边，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谢谢各位，拜拜。